吃饭了吗？猪肉哥哥，你还疼不疼呀？我不动的话就不疼。这包糖给你，很甜的，吃一口就不疼了。谢谢晚安。哎，你先别动。妈妈啊，我可以去找护士姐姐玩竹蜻蜓吗？你别跑远了啊。好。还在生我气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就当做是我之前冒犯你受到的惩罚，不行吗？我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学素质的理科生，我顶多看看侦探小说，对那些什么文学诗从来都不了解，所以才会曲解的。而且，才会说出那些心口不一的话。周洛，我很感激你，我会照顾你到你康复出院的。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你怎么看我，怎么想我都不在乎，你也不用取得我的原谅。说来说去，还是生我的气啊！你觉得替我挨了一顿打，我就应该感激涕零，不计前嫌，把你之前说的话全都忘了？我那天根本就没想那么多。感激和原谅是不能拿来交换的。我给你念一首诗好不好？好。这首诗的名字叫《郁闷之诗》。周若哥哥，什么叫郁闷？郁闷的意思就是遇到一件事情让你特别的难受，就像一直堵在心里一样，就跟我现在一样。比如不懂英语，却听说有一本不错的侦探小说，配一首德语。大热天看见一杯啤酒，却买不了。产生一个新思想，却无法用赫尔德林的诗语包裹，像教授们擅长的那样。深夜旅途，听到海龙拍击，让我告诉自己，他们一向如此。极其郁闷的是我要做客，可自家房间更安静，自家的咖啡也更好，你也无意谈天说地。最郁闷的是，想挽回一段友情，却搞砸一切。给他道歉，他却不能原谅你；悔不当初，却无法逆转时间。最郁闷的是，没死在夏天。当一切都明亮，铲子画图也轻松。张医生，张医生，哎，去了你就知道了，绝对是惊喜。张医生，婉婉发烧了。今天不是我坐诊。哎，你就帮忙看看吧，平常都是你看的。那小赵，你帮忙量个体温吧。行吧，你跟我过来吧。自己都被打成那样了，还天天的送饭。什么都有代价，以为嫁个有钱人就高枕无忧了，没想到还会打老婆。南雅这次算是跟他的婆家闹僵了。我听说徐一家里逼着他去求情保释，他死活不肯。徐家放话要砸了他的店。砸呗，反正都是他们出钱开的，南雅怕什么呀？
哎，他那个服装店是自己攒的钱，不然徐家给他掀了。干嘛呢？哦，没事干了是吧？我去给17床送药。他怎么又发烧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他这个情况是最忌讳感冒发烧的，你知道的。他在幼儿园被传染了。我知道你忙，啊，但如果你非要自己带孩子，那你一定要全力规避各种各样容易让他传染的可能性，人群、环境，啊，如果你规避不了，你可以让徐艺给你请个保姆啊。对，我忘了。他以后长大还是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早晚也得上学啊。他现在就不是个正常的孩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他真继续这样的话，早晚等着透析吧。你明天不要去给我送饭。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好，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的。医院食堂我去看过了，挺好的。要吃食堂你随意，饭我会准时送到的。婉婉好点了吗？没什么大碍了。那你呢？都过成这样了，为什么不离婚？不离婚自然有不离婚的理由。这又不是古代，现在婚姻自由，而且徐艺他有家暴案底，你去法院起诉他，法院不会向着他的。你多大？反正跟你一样都是成年人。你跟我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选择的。那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徐峥？是你来了，你就好多了。兰雅正好也出不来，我来陪你哈。他怎么出不来？我儿有病。哎呀，是徐家的人，一家子恶人，找了个很有名的律师哦，说是要把徐艺给捞出来，堵着兰雅门口不让他出来，逼着他去作证。哎，还跑到我店里来给我下马威。我怕他呀，有钱有势了不起啊？那儿媳妇有一手。妈，他们怎么闹兰雅了？我也不知道呀，我都没看到。哎呀，出了名的刁钻，恶婆。哎，
妈给你做了好吃的，坐在这里吃啊。我就是来看你有没有事，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你站住！过来坐下，把脚放进去。这么晚了，下这么大雨，你跑过来干什么？我是走一半才开始下雨。我那天又说错话了，我知道，总是这样。我明明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可那些话就发了疯似的自己跑出来。我见到你我就不会说话。已经1个多月了，从我那天去你店里，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我心里有多憋屈吗？就跟吃了一个拳头大的年糕卡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我给你道歉你不接受，我为你挨打你不领情，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你才能够原谅我。你要是现在能够说出来，我连一个磕巴都不打，我马上能去做。下点雨算什么？我要是不把我内心的话说出来，我要憋死了。你这样子就跟小孩子要糖吃满地打滚差不多。是，我要是能够满地打滚，我现在早就躺下了。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总之我必须把我心里真实的话说出来。你在我眼里，绝对不是那天我口不择言说出来的样子。我就是因为羞愧，才想要把那些肮脏的东西泼出来。以为把别人弄脏了，自己就不会显得很可耻。后来我想了很久，或许我跟镇上的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吧，骨子里都是懦弱、无能，对于自己不理解、不懂得的东西，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丑化它。后来我看了那本诗集，我又看了很多其他的书，是我太无知了。说真的。我以前从来不懂美是什么。我看过名画，见过漂亮的风景，但是那些美只是从我的眼前流过，从来都不会在我心里激起波澜。我甚至觉得美是一种肤浅的东西。但自从遇到你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人迹更少的路，
意味着孤独，甚至漫长。但是当一个人灵魂足够丰富，他不会惧怕孤独，相反，他能够与自己成为更好的朋友。这个世界上，唯有无用之物才可称之为美。艺术之美可以让人在绝望中不致放弃对生活的热情。如果有一天能够走入大学，我愿意选择文学作为我的专业，哪怕艰苦清贫。陈琳，陈琳，你们外科南雅一个就诊记录都没有，妇产科他的病历也消失了。妇产科的事儿我管不着，我们科的事儿找主任。就诊病历本来就是备案，时间久了丢掉也正常。可是其他的都在，唯独南雅被打的日子，病历就发生了跳页，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所以呢？我怀疑是有人想要故意销毁。你怀疑我？你怎么会这么认为？不然你问这些做什么呢？徐毅掩藏家暴的证据是为了控制南雅。你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南雅就诊过？比如说输液、包扎，或者是你们科室的护士。林副队，我的工作不是帮你破案。我以为你从省城来的，有点本事，没想到跟这镇子上男人都一样，见了南雅就走不动道。他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呀？所有人都要帮着他。你这么远还跑来给他找证据，替他脱罪，这么多年了，南雅被打了要扯上我，徐毅出事要扯上我，我还要被人嚼舌根，我上当了。你都听说了吧？我跟他俩的事儿。他是挨打了，那你也不用同情他，咎由自取，活该。他们俩没一个好东西。他人品好坏，跟他有没有罪是两回事。你别看他一副娇弱的样子，为了得到他想要的，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觉得他是谋杀？当然。为什么这么肯定？太了解他。
清恨和其他东西的区别。随便你信不信吧。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我俩是初中同学，他妈死得早，爹是个酒鬼，后妈人刻薄，还带个王八蛋的哥哥，成天在家里受欺负，到了学校还要被孤立，谁理他？你怎么还不走？写作业。整栋教学楼都黑了，你不怕？不怕。我怎么把它给忘了？害得我又跑一趟。你数学作业做完了吗？那你能给我看看吗？我看不懂，要不你给我讲讲？你哪题不懂，我给你讲。算了，这太冷了，去我家讲吧。走啊！你看，我们已知函数 f(x) 等于 x 加2，分母是0加2就等于2，然后呢，它的 x 减1的话，我真的听不懂。哎，这题你马上就会了，你听一下，很简单的，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值带进去，0加2分之0减1的绝对值就等于，你看，我一写数学题就饿，没写。等一下，让你尝尝，这肯定是清水镇最好吃的饭。我也要吃。晚上吃饭，牙长虫。不给我吃的话，告诉妈妈，他们吃不出。题全归你，你是功臣，亏待不了你。带上，不要，我给你带上。来。妹妹，来喝酒去，哥哥敬你喝酒。哎，这俩人多没意思啊！是啊，来，哥哥陪你呗。走吧。好看吗？他就是这样，不会甘心受人欺负。你觉得他会是受害者吗？那时候，他一心想离开清水镇，
考上大学就再也不回来了。我竟然还舍不得他，把跟他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南雅这个人有很多心事，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搞不懂他。他考上清水一中以后，我学习不好去了护校，他那个哥胡立帆经常找他的麻烦。但家里发生什么事，他从来都不说。他那时候喜欢过班上一个男生，学习很好。那他后来去工厂上班以后，两个人好像也断了。他为什么去工厂？他爹死了，胡秀哪会供他上学？自己挣钱就不用管他死活了。再说他一走，他们家那房子就归了胡秀。不过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什么事？南雅他爸是冻死在大门口。那段时间，他忽然就不来我家住了。我去找他，他也不见我。每天晚上都是南雅给他爸开门，那天晚上却没开。后来他说他病了，胡秀给他买了感冒药，睡得沉。再后来，就传说胡秀故意冻死他爸。这男主死的也是蹊跷啊，竟然能够冻死在自家门口。他都到家门前了，拍拍门不就行了吗？有的呀，估计是敲了2下门又睡过去了。这晚上又浇了又下了雪，早上起来都埋在雪底下了呀。你为啥故意害死你爹？啊！说清楚！说清楚！月儿他故意冻死他爹！你是胡须你又在哪呀？真是的，你太过分了你！这个南雅太可怜了，他就是故意害死他爹的。哎呀，怎么可能是南雅呢？你说话不要太黑心了。在这个家里，南雅怎么着跟南中是亲生的呀？要不然他怎么着轮不着他呀？你怎么在这儿？我前几个月还见到你爸，但没想到。没什么，人各有命罢了。活着也不见得是多好的事。这个时候看到你，我挺高兴的。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那天。哎，今天下午什么课啊？啊？几何，还有历史。要去吗？为什么不去啊？那段时间，南雅有什么古怪吗？他去工厂工作之前就跟胡秀闹掰了，还是我去接来我们家住的。排查的怎么样了？哎呀，别提了吧，摸排了3天了，哎呀，啥也没有，连个毛都没摸着。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就这态度啊？国平，不学他，你稳点啊！我很稳。来，师傅，我再给您添点。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来。
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我才当了警察的。哎，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您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叫什么？保卫科双雄。哎呦，得了吧，这是什么好话呀？啊，不是好话是啥话？这小屁孩，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回去学习去啊！来，把这个干掉。还是国平哥好。不行啊，你就这么惯着他吧。我跟两个说呀，这个人啊，得赶快给他抓着。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整得人心惶惶的啊。这个人吧，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但是那周围呢都是什么厂矿企业，这样的地方，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否则啊，他也摸不着这些受害者。你说咱厂区南边这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没事儿，爸，只要不下雨就没事儿。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哎，下这么大雨，你们干什么去？巡个逻嘛，没事儿啊。我哥和国平哥出去抓坏人，你换衣裳干啥呀？我跟你们一起去。哎，你好好学习去，想要当警察，先考上警校啊！警校没考上了，那能行吗？去，回去，走吧。走了吗？今天注意点啊！能不能抓着坏人，还得看运气呢。好，警察，哎，出了事情。哎，注意安全啊！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咱俩到里面汇合，好吧？好。
88年到92年系列杀人案，简称88案，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遭受性侵，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后部。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从受害者伤口判断，凶手是左撇子，作案手法残忍熟练。92年，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童志距离嫌疑人更近，但你为什么晚到了？我需要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中了大奖了。要不你再眯会儿。睡不着了，神经衰弱就这样。那你得多难受啊！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这些都完事了吧？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卫队，后半夜冷，你自己注意点。好。你我先走吧，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那行，你慢慢看。后来了，小班。来了，超。哎，卫队。卫队，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刚才抓了一小子，好像就是正主。东边左手第3排，628、629那一块。0628。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第3起没法并案。0928那块。你蹲下来。右手边，928，你看看。为啥呀？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第3起不行。一扇门上6个脚印，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都跟前2起不一样，所以没法并案。哦。就服你。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受害者为中年女性，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但是经过尸检发现，致命伤在颈部，水果刀穿刺而成，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这套也很好，你看这套。这结婚啊，就是要，喜庆，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当然了，哎，不错不错，我试试，驾照也要拿好的啊。不错吧？小雅，小雅，小雅，刚从香港到的货，全您家，就我家有。哎呦，小雅，你在这儿啊？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你喜欢啊？老板是吧？哎，拿双37的。哎，马上给你包啊。挺好看的。
耳朵，没醉啊？阿福真美。废话，快50了还是老侦查员，还有谁比我稳？什么时候到？话说快到了吧？过来到底玩什么呢？枪啊、药啊，还是水货呢？活儿来得及，就在场上。等会儿，等会儿。听好了，瞅准了再泼，别惊着群众，别碎了东西。听着没有，唐儿说你呢？得了吧，唐儿，上次那玩意是你。上什么次？上次这次说你呢，你得注意，别大锅饭，谁砸谁赔。好嘞。吴老子，不用找了。哪位大哥，玩游戏啊？老板在吗？老板没在。哎，干什么？老板不在，老板不在。别动！警察！起开！走，走。别的单位啊，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来，都抬头，看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会儿啊，一人给我抄一份。我告诉你们，脑袋掉了，碗大的扒拉。我孟三儿也不是面捏的，今天你们要抓要关，看着办吧，反正我啥都不知道。场子都清完了，喊什么呀？都是你的人，喊给谁听呢？给我听了。我说魏队啊，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这半天了，生意都黄了，我也得吃口饭呀。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牢靠吗？孟三儿，你为什么跑？我知道啊，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当然知道，
为无期呀。哦，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那你要不要琢磨琢磨，再重新说一说呢？我真啥也没干呀。你在这儿跟我说，我能帮你什么？你心里清楚。你现在不是我带你回去说，性质就变了吗？你要不要重新琢磨琢磨怎么说？别给脸不要。是不是广州那事儿？继续。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我不去，他们非得让我去。我就跟那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我啥都没说。跟你没别的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想去，我都能带你去。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知道啊。提你好使吗？好使啊。链哪儿买的？借我试试呗。这金的。哎呀。哎呦。笑，不带脑子呀！一天到晚给我丢人。你刚才不给把碗打碎了吗？谁也别说谁，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一个样。我交钱了。这帮人挺会挑地儿，这饭店适合抓捕。欢迎光临，请问先生几位？自己不会数啊？山无敌。你好，这边。挺横啊，香吗？屁。前面就是珊瑚天。我行了，妹妹，你先忙你的去吧，不用管了啊。孟先生是哪位啊？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了，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还是信不过我孟老三的啊！行，喝茶去。好嘞，大哥。这边请。哎呦，兄弟啊，真家伙呀！哎，你们那边什么价啊？给我们弄一匹呗。你干嘛？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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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什么呀，贝队？今天这事儿，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宋队，今天跟你这几个小伙子看着眼生啊，下手还挺重，4队来新人了。少给我转移话题。要不是你擅自行动，宁家的买家是谁，背后什么人，我早就一网打尽了。要不是你们抢了先，宁江的卖家还有卖家的上线，我也早都逮了。哎呦，还轮得上你？我早就给控制住了。哈，哎，不对，还有一个事儿，这孟老山怎么的？就这么给放了？不放怎么着啊？他提供了警情，我们才迅速出警，人家没有涉嫌犯法，抓他干嘛呀？灰色地带的人，拉他一把，警察的本分。再说了，他是聂宝华的一个小崽子，他有什么祸呀？留着他养大鱼多好啊！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记一功啊？哎呀，记不记是你的事儿，我也没意见。我跟你说，你这叫避重就轻，说你违纪违规都是轻的。宋队，您这是要治我的罪喽？我哪敢呀？行，我承认，盐湖这一块啊，你比我熟。以后啊，你们3队再出任务的时候，麻烦跟我们4队汇报一下。我凭什么跟你们4队汇报啊？3队、4队是平级，平级我就不能。哎，你好，是刑警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事给我打传呼，别往单位打。啊？哦。好，好，这就过去。嗯。蚊子。大冬天哪儿来蚊子呀？魏国平，你有毛病啊你！今天广州饭店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你签的下，结果成了这样。本来以为是条发财的路，谁知道警察早就盯上了。你觉得是财路，警察觉得是不义之财啊。您不是说过，富贵险中求？话是没错，但你只理解对了一半，因此宁江的买家也就折了一半。哎，我错了。这样吧，空出来的场子你先接下来，这回不会再办砸了吧？您放心，这回要是砸了，您把我脑袋揪下来。好，每个场子交一个整数给我。每个场子，你吃不下的话，我可以找别人帮你消化。行，不勉强了。不勉强。既然把底下的事儿都交给你了，我也会找人罩着你。谢谢主任。啊，对了，我听虎子说您在电机厂遇上点麻烦，需要。这事儿不归你管，你不要碰。恭喜大哥，又得了不少场子。恭喜个屁！你知道我这次要拿出来多少钱吗？聂宝华这个老狐狸，他早就料到了广州人那条线肯定会被警察盯死，那就先利用我扫掉了一大批蠢货，然后再利用这些好处，让我把这几年的家底儿全都掏出来。那咱就这么认了？不认怎么办？
大哥，咱现在是比不上的，但是只要这些厂子还在咱们手里，咱们就有机会壮大势力。到时候谁才是宁江的老大，还不一定呢。聂宝华不让我碰电机厂，老子偏碰。今天这行动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就是得了个信儿，说是有一群广州人要到我们这搞事情。孟老三知道他们住哪儿，我们就过去了。不知道行动之前要汇报吗？不耽误工作吗？不是我报给谁，不是也得报给您吗？您这么英明，您能不同意吗？所以省了这个手续。再说我们就过去探探风，谁知道探来探去，宋哲那小子出来了，急死了。什么叫那小子？人家进队比你早，好不好？早了不起啊！这当然您了不起，他不行。你对人家尊重点行不行？毛病！你还别说，宋哲这次啊，守着上线得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5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很可能还会扩大战果的。我向他做身价检讨啊！你说说你们两个啊，提付出的事儿，组织上刚考察完，这都没问题了，你非要闹这么一出，你说现在你怪谁呀？我没怪谁啊，那怪你自己，你怎么办呢？那都是人民公安，都为人民服务，我有啥可怪的？当不当副处长能怎么的？行了行了，你觉悟高。哼，狐狸呀，吃不着葡萄，它够不到，它就说葡萄酸了。吃葡萄当你能死？哎，你小子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帮你没事整理整理呀，洗洗涮涮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师傅，谁愿意找我呀？白天不着家，晚上回去该睡觉也睡不着，那找我不就是耽误功夫吗？你有什么功夫可耽误的？我想听听。啊？办88案呢？你呀，我问你，像这样一个强奸、杀人、恶性连环案的人，怎么就会突然4年不出现？难道他是良心发现，心说不干了？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失去了这个作案的这个能力，甚至死亡？反正啊，现在想把他挖出来是越来越难了。那该挖也得挖呀。是啊，为了这个案子，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把自己还真的折腾够呛，到现在这得了失眠症了。但是国平，在宁江也不止这一条案子，那些所有的案子也不都是你的。主次还是要分得清，要想得开，往前看。回头啊，抓紧时间，赶快把88案的材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移交？对。凭什么？命令。谁的命令？我的。那不听。什么？我的案子我凭什么移交给别人？我的命令你不听吗？我的案子我就不能移交？你跟我拧是吧？那好，明天先去水库干啥？锻炼。去了去了，又不是没去。气我呢是吧？啊？来了，佩姐。上面好多钱呢！哎呀，怎么打我的？妈妈谁听不懂？没有，就前面一个门。注意点！上山了啊！干嘛？啊！你去哪里？干什么？
魏哥您来了。哎，魏哥这边请。又到几盘啊？2盘，香港那边过来的。哦。而且还是带字幕的那种。嗯。您呀就安心看。哦。然后您看您想吃点什么？啊，来，票钱。然后你再上隔壁老王那儿呢，给我端碗馄饨，多放辣油。好嘞。Whenever you slough off skin cells, for example, you're regenerating cells constantly. The cell that you have the DNA in it, and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cells, your body makes copies of that DNA. 脱氧核糖核酸可以用于辨别凶手身份。 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那受害人怎么样了？